那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呢已经做好了在乌克兰进行长期战的准备。但是呢，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又说，冲突会在今年内结束。那刘先生，根据您的判断，这两种说法，您更倾向于哪一种？一旦这个俄乌冲突长期化，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从战场上的局面来讲，可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一个不分伯仲的这样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对乌克兰来讲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看到这种战争背后的这种物质力量的支持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看到打仗啊，最主要的它是一种整体的这个国家实力的一种竞争啊。那么已经有这个预测啊，俄罗斯可能今年的这个 GDP 啊，因为战争和制裁的影响，可能会下降10%到20%。那么作为主要的战场的这个乌克兰，那普遍预期它在40%到50%的这个 GDP 的下降，所以这样的一种经济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一种就是要求我们要这个能够达成和解，能够减少这种现在这种紧张的这种战事的这种需求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就是有利于这种局势的一种缓和。但是双方的他的这个主张啊。其实之间的这个鸿沟这种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和解，能够达到哪怕是这种暂时性的和解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的。欧盟的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最近也纷纷表态，希望俄乌之间尽快停火，通过政治和外交渠道进行谈判。而美国并不支持停火，而且一直在鼓励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冲突有可能持续下去，具体什么时候结束还不好预计。就在上周末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经接近3个月。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激烈争夺仍在继续。本周二最新的动向是，乌克兰方面主动停止在马里乌波尔的抵抗，俄军完全控制了这个拉锯了几十天的东部重镇。令人十分庆幸的是，俄乌双方对开启人道主义通道转运乌克兰方面在马里乌波尔的伤员迅速达成了一致，而且双方的人员交换程序也在持续运转当中。这是否意味着俄乌双方都对战事发展保持着理智？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上周还曾放言称，乌方反攻会在8月份打响。那么，俄乌冲突究竟会走向何方？随着马里乌波尔的硝烟散去，乌克兰东部会否走向相对的平静呢？来看短片。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亚速营武装人员和乌克兰军人从16号开始走出并放下武器。俄罗斯方面公布了乌军及武装人员撤离的视频，他们被安排乘坐大巴离开，其中还有一部分女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即时通信软件发表视频讲话，证实乌军开始从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撤离。对此，路透社评论说，数百名乌克兰士兵被带到俄方控制的城镇，可能标志着俄乌冲突历时最长、最血腥的战斗结束，也是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乌克兰方面对于这一次的投降，尽量去避免用这样的词语，但是客观情况是，马里乌波尔的乌军从地堡里面走出来，排着队接受俄军的搜身。从中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个对于乌军的这个士气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马里乌波尔是俄乌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座人口40余万的城市是乌克兰东南部亚速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和交通要道，对俄乌而言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争夺马里乌波尔的结果将对整个俄乌冲突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分析认为，马里乌波尔对乌克兰而言是抵抗的象征，这座城市控制权的归属将极大影响俄乌双方的士气。乌克兰的说法，马里乌波尔的这些士兵是乌克兰的英雄，因为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乌克兰的这个抵抗精神。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仗打输了，对于乌克兰确确实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在本次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控制了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亚速海沿岸部分。5月12号，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军民行政机构副主席基里尔·斯特列穆索夫表示，赫尔松州将申请加入俄罗斯，并承诺永远不可能被乌克兰重新控制。
赫尔松州与克里米亚接壤，东临亚速海，欧洲最主要的河流之一第聂伯河就是从该州北部注入黑海，其战略位置有多重要，不言而喻。赫尔松州还是乌克兰南部农业工业产业化大州，享有乌克兰面包篮之美誉。此次该地区被俄军控制之后，俄方称乌方已切断赫尔松州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俄方将此界定为乌方公然放弃了这些领土。此外，乌方已停止对俄控地区的乌居民支付养老金、补贴以及履行银行义务，进一步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早在4月28号，斯特列穆索夫就放话称，该州已被俄军解放，不可能归还纳粹乌克兰。不过，他指出，赫尔松州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也不打算全民公决，而将由俄总统应赫尔松州请求发出统一命令。据了解，该州的俄罗斯化进程已经开始，5月1号起，该地开始使用俄罗斯卢布。预计2022年年底前，赫尔松州将从舆论和立法上做准备，向俄联邦主体地位过渡。